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很多朋友可能还被隔离在家，那么就开启了黑白颠倒的生活。晚上追剧、玩游戏，11点后呢也不睡觉，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。时间长了，3个危害可能会找上你哦。第一个，记忆力下降，经常熬夜、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缺血，时间长了呢就会导致记忆力下降、头晕眼花、精神不好。第二个，免疫力下降。如果你经常熬夜的话，很容易导致身体疲惫、精神不好，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有所下降。第三个，加速衰老。那经常熬夜的朋友，你会发现呢，黑眼圈特别重，而且皮肤也会变得越来越干燥暗黄，甚至呢有痘痘、斑点出现，加速人的衰老。所以经常熬夜的朋友，赶紧改掉这个坏习惯，早睡早起。平时呢多喝点菊花茶、蒲公英根茶，可以呢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哦。人进入中年以后，血管非常容易堵塞，导致血栓形成。其实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预防的，可以尝试下面3种食物。1. 山楂干。山楂干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零食，大家呢都知道山楂有健胃消食的功效。其实山楂含有黄酮类物质，有活血化瘀、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。那经常吃一点山楂干，能有效的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。2. 洋葱。洋葱是常见的食物，洋葱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前列腺素 A。这种物质可以软化血管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所以经常吃洋葱不仅可以养护血管，还有稳定血压的作用。3. 燕麦。燕麦是一种低糖高营养的食物，很多人喜欢当早餐吃。燕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，能够降低人体中胆固醇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一定的。血管是我们血液循环的通道，如果血管堵塞，很容易形成血栓，对健康不利。那我们该怎么预防血栓呢？可以常吃一种豆，这种豆就是豆豉。豆豉是一种发酵过的豆制品，主要原料呢就是黑豆或者黄豆。豆豉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很多的豆基酶，这种物质有溶解血栓、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。那没事的时候吃一些，也可以呢炒菜时放一点，有助呵护血管健康，减少血栓的形成。除此之外，豆豉还有延缓衰老、增强记忆力、促进睡眠的功效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那想要保护血管，还可以呢用山楂干、荞麦茶泡水喝，同样能帮助预防血栓。虽然现在人们生活的条件好了，但是血管就很容易出现问题，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甚至血栓等问题都找上门了。所以平时要多注重血管健康，养血管可以试着用散物泡水喝。1. 山楂干。山楂酸甜可口，营养很是丰富。山楂中含有3萜酸和黄酮类物质，可以帮助软化血管，促进血液循环。没事用山楂干泡水喝，不仅可以保护血管，还能够帮助稳定血压。2. 焦骨兰。焦骨兰含有丰富的黄酮类、皂苷类以及多种氨基酸，能够清理血管垃圾，改善血液粘稠。经常用焦骨兰泡水喝，能够预防血栓形成。3. 苦荞茶。苦荞含有生物类黄酮物质，这种物质的主要成分是卢丁，具有活血化瘀、软化血管的作用。经常泡水喝，能够降低胆固醇，疏通血管，也能够帮助预防血栓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机能开始下降，这时代谢呢也容易出现问题，所以就可能会出现血糖过高的情况。那么就要想办法降血糖，大家可以试着用2物泡水喝。第一种苦荞。苦荞茶是经常会喝到的。苦荞含有很多的营养，其中含有黄酮类物质和大量的纤维素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和胰岛细胞恢复，对调节血糖、防止血糖升高有很大的作用，并且呢还有养护血管的效果，所以血糖高的人可以经常用苦荞泡水喝。第二种，桑叶。桑叶呢是桑树的叶子，可以制成桑叶茶。桑叶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其中含有丰富的食物纤维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，能够促进胰岛素分泌，提高葡萄糖的耐量，能有效的降低血糖和预防并发症。经常泡水喝，对身体大有益处。
不过血糖高的人平时呢还是要注意饮食，经常的吃点粗粮，以清淡为主，少吃高油、高糖、高盐的食物，这样对控制血糖才有帮助哦。血糖高现在已经是一种普遍现象了，那么对于降血糖，除了用药物和食疗外，可以呢常做一些小动作，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一个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就是踮脚甩手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，将双脚稍微分开一点，然后踮起脚尖儿，同时双手向上抬起。当脚后跟落地的时候，双手向后面甩动。每天反复做5到10分钟，可以呢早晚都做一次。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。不仅可以起到降血糖的作用，还能够帮助疏通血管、养护肾脏，对身体大有益处，并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，没事儿还能够帮助强身健体哦。那血糖高的人呢，平时不要吃含糖高的食物，建议大家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中含有黄酮类物质，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软化血管，可以帮助辅助降血糖，养护血管健康。说到高血糖，相信很多人都熟悉了，血糖高要好好的控制，不然呢很容易引起一些并发症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可以帮助平稳血糖。第一种苦瓜，苦瓜是常见的蔬菜，虽然有点苦，但是营养很高。苦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和苦瓜皂苷，能够刺激胰岛素释放，有很好的降血糖的作用。所以呢，经常的吃一些苦瓜，对稳定血糖有帮助。第二种苦荞，苦荞也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，经常吃对身体大有益处。苦荞中含有的黄酮类物质能够促进胰岛细胞恢复，对降低胆固醇和血糖有一定帮助。所以血糖高的人多吃点苦荞也能够辅助降糖。上面的食疗方法也只是起到辅助作用，还是要以药物为主，还要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这样血糖平稳。人吃的越来越好了，但是这也导致很多疾病出现，比如血糖高。血糖高呢会给身体带来一定伤害，若脚上出现2种表现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。第一种，脚部瘙痒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有脚气，那么脚部会有发痒的感觉，但如果不是，脚部出现瘙痒的情况，就可能是血糖高了，因为血糖偏高会影响身体新陈代谢，这样汗液排不出去，脚部就可能会发痒。若你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稳定。第二种，双脚麻木。如果你蹲的时间长了，脚部可能会有发麻的情况，但如果你正常走路，双脚有麻木、疼痛的感觉，这也可能是体内血糖高了，大家要多注意。如果发现自己血糖高了，就要好好的控制，平时多注意饮食，保证睡眠充足，多进行运动，还可以喝点苦荞茶、玉米须茶等，有助血糖的稳定哦。高的人尿液也许有2种异常，若一个没占，血糖还算稳定。第一个，尿液发黏。当人血糖高的时候，尿液中的糖分含量也会增多，这时呢，尿液就会有发黏的情况。若你也有的话，最好检查一下血糖值。第二个，尿液有异味。正常人的尿液呢是清澈透明，并且没有异味和泡沫的。但如果一段时间内尿液发黄、有异味，并且泡沫增多，这可能是血糖升高的一种表现，大家也要注意了。那上面这2种情况，若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稳定。那血糖高的朋友，平时除了用药物外，还可以喝点苦荞茶，也能够帮助辅助平稳血糖哦。因为很多人生活饮食作息不规律，所以出现血糖高的情况。血糖高若不重视，会给身体带来损害。那怎么知道自己血糖高不高呢？可以看看睡觉时的3个表现。表现1，睡觉时手脚麻木。如果血糖偏高，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导致血液循环变慢，而我们的手脚呢又处于肢体的末端，这样睡觉时就可能会有手脚麻木、冰凉的情况。表现2，睡觉时异常的饥饿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睡觉时并不会感觉到饿，但如果你总是想吃东西，感觉很饿，那么就可能是血糖高的信号了。
表现3，睡觉时皮肤瘙痒。血糖偏高很可能会损害神经系统，而且还会使血液循环变慢，这样呢就容易造成皮肤瘙痒。所以睡觉时皮肤瘙痒也要小心是血糖高了。上面这3种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糖还算稳定。那血糖高的朋友可以常喝点大麦茶或者苦荞茶，有助控制血糖。现在的人习惯了大吃大喝，这样肆无忌惮的饮食很容易导致血糖升高，若不加以控制，就容易引起糖尿病。那血糖高的人手上可能会有3种表现。1. 手指麻木。我们手指处于身体的末端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会影响血管和神经，这时呢，手指就可能会出现麻木、刺痛的感觉。如果你总是出现，就要注意了。2. 手背红肿。血糖太高会影响血液流动速度，这时手背就可能会出现红肿的情况，这也是血糖高的一种表现。3. 手指伸不直不灵活。对于血糖高的人来说，如果血糖失控，很可能会损害关节和软组织，这时呢，手指就可能会有伸不直不灵活的现象，也要多注意了。如果你没有上面3种现象，表明血糖还算平稳，平时想要控制血糖，要注意调整饮食，可以呢多喝点桑叶茶、玉米须茶，对稳定血糖有帮助哦。好了，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请点击关注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，拜拜。